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跟弱者谈恋爱。这期视频你就算忙啊，你抽空你也要看完。有一个男孩子来找对象，他的择偶要求让我真的很吃惊的。他整体条件还可以啊，30岁，本科，在上海某大厂工作，年薪在20到30吧。父母在农村，这能力也有限，基本全靠自己在上海郊区首付买了一个小房子。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女方农村的，在上海打工，1个月3000以上，只要人品好就可以。我问他为什么择偶要求这么低啊？他说他觉得自己是外地的，本地的人家姑娘看不上，父母是农村的，人家城市里的姑娘也看不上，房子买的有点偏，工作好的他也看不上。我听完就说，可是你很优秀啊。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，父母在家里也催婚，也想早点结婚，想着放低择偶要求，找个能接受他的，能跟他甘心过日子的女人结婚就行，能看上他就可以了。我听完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。很多男士在找对象的时候，自认为自己放低择偶要求就能找到爱你的、包容你的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我就给他举了个例子啊，我认识了一个男士，30多岁结的婚，在他条件很好的时候，人家开过3、4家的连锁饭店，一年几百万的营收都有。那个时候啊，完全不缺女朋友。后来这疫情啊，加上经营不善破产了，这女朋友跟他呢吃不了苦就走了，从老板沦落到骑3轮车呀，在夜市上卖烧烤，一年有个20万左右。他认为呢自己条件不太好，年龄也大了，是吧？经历这么多也破产了，所以他找女朋友的要求特别低，就是女的活的能看上他就行。因为他觉得只要他放低了择偶要求，对方才会包容他、爱他，和他好好过日子。他后来经客户介绍娶了一个学历不高，在厂子里上班啊，一年3、4万的姑娘。当时这个姑娘听到男方的收入还可以，也有房子，就同意了。认识半年结了婚，这结婚之后啊，这个女孩子就以备孕为理由就不上班了，要求男方每个月给她3000的生活费。男方呢考虑都结婚了对吧，你得照顾女方呀，就答应了。这前2个月相处的还可以，后面慢慢这男士就发现啊，这个女孩子很懒。男士每天起早贪黑的要出摊啊，想办法是赚钱养家。回到家里，这个姑娘不是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就是在被子里睡觉，留的饭都是她中午自己吃剩的，家务呢也经常是不收拾。偶尔这个男士他又提出一些，希望这女方能够空了收拾一下家务，人家对方就来了句，那凭什么女人来做家务呀？冬天这天冷啊，这男士手上长了一些冻疮，时不时的也会生病感冒。这个女孩子也并没有因此多关心他，反而不断的跟他抱怨，那自己也不容易啊，大冬天这洗碗呀，这水多凉啊，家里的马桶质量多差呀，床垫子太硬等等，要男士去关心他。男人嘛，工作有时候为了多赚点，经常干到很长时间，干到晚上半夜1、2点，累了回到家之后，这女方还要去指责他回家太晚吵醒他。男士就觉得很委屈啊，跟女方吵了一架又一架，说为什么不去关心他？女方就说了，那你怎么不关心我呀？各种生活的抱怨都出来了，跟着他呀没享着福呀，日子也过不好。男士最后受不了了，他以为自己娶一个不如他的弱者，弱者就会包容他爱他，结果生活当中是被指责、被抱怨、被索取。不到1年的时间就提了离婚，女方要房子，男方不给，协商之后男方给了30万，两人离了。那生活当中肯定也有过得幸福的，不离不弃的，但这绝对不是放低条件导致的，而是人家人品本来就好。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配偶，你一旦选择错了，你会发现啊，你这辈子人生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在你能有选择的情况之下，一定不要找弱者谈恋爱。这个弱不是代表他的条件弱，而是他哪都不行。你要找那些在自身条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强项，值得你去娶他的人。比如说他人能吃苦啊，他人能挣钱呀，人品很好，无论哪种条件，只要是正向的，是优秀水平的，都是强者。心地善良是道德强者，外貌优异是颜值强者，多才多金是经济强者。慕强呀不是女人的专属品，男人也应该去慕强。你不要认为你放低择偶要求，对方就会高看你、尊重你、去爱你。能要高价彩礼、要车要房的多半都是弱者，天天跟你抱怨生活、和你闹的多半也都是弱者。弱者有的时候不仅条件弱，他还有点缺德。别人被生活都磨得已经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他还要想着对方去共情、去理解他，各种精神反刍的去否决你的一切。弱者是没有能力同情你、理解你的，你应该把你的同情心、同理心提供那些能够理解你、同情你的强者上。婚姻其实是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，这里的交易有时候没有礼仪道德，底价廉耻，正常人在这里吃亏事小，稍有输入可能万劫不复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跟弱者谈恋爱，因为你压根输不起。哎呀，这每次录视频之前我都觉得特别好笑啊。有一对大龄男女介绍相亲啊，这翻脸比翻书都快啊。男方呢32岁，女方33岁啊，双方看过资料都是很满意的，交换照片呢也都觉得还行，就加了微信啊。聊了有1个多周啊，这男士就约这个大姑娘出来见面呀。他说还不够了解，不能见。又尬聊了1个周啊，男士又去约她，他说忙没空。这给男士给整生气了，想着我求着你了还怎么地啊，就没再搭理他，也没约他了。结果过了3天啊，这女方主动发信息说呀，
今天晚上有空，希望男士能够去接她啊。男士一听啊，立马梳妆打扮的去女方家楼底下去等她，结果在车里愣是等了2个多点啊。总算见面了啊，男士感觉还行，就在吃完饭之后送她回家的路上呀，主动提出下次放假呀有没有时间再约她出来。女方直接回复了一句啊，说到时候再说吧，不一定有空。这话一出呀，给男士整得够呛呀。回去之后啊，男士也发信息给他，对方呢也是有句没句的回着，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过男方。男方就想着就这态度啊，绝不当舔狗，于是呀又不联系这个女士了。结果人家女方呢找我来了啊，说男士对她爱答不理，我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呀，我就找过去之后啊，这男方说呀，这女方对他爱答不理，他也不愿意做舔狗。我问女方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说希望男士能够再追她一下，他再考察考察看看。听完我也是特别无奈啊，你要是愿意接触，你就主动跟着男方说说话，多见个面。他说呀，希望我理解他的年龄，他已经不是年龄小的女孩了，对恋爱呀没有那么多的期待，还是现实一点好。听得我真的是很费解啊，你都已经相亲了，为什么还让人去追呢？你感觉可以你就主动去接触，感觉不行那就不聊了嘛。最后呢又沟通了他说自己对男士的感觉还可以啊，印象不错，希望男士能够更加主动一点。好了，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男士啊，人家男士又来了动力了啊，又每天开始找他聊聊天。但女方你说他气人不气人啊？哎呀，聊着聊着就会消失，也不说干什么，也不主动打个招呼。有一次啊，这男士啊忙了一天就没有找他，到第2天发信息给他了啊，他就直接给人回复说呀不高兴，然后不搭理男士了。于是这个男士啊就赶紧啊去哄啊，去接这个姑娘下班啊，去道歉啊。男士问他是为什么不高兴了，这个不搭理他。女方说呀，是因为男士没找他。虽然没怎么因为这个事儿生气，但是还要装作去生气，让男士知道他做的不对。男士听着也特别无语啊，跟他说呀，你看咱俩之间这段时间聊天啊，你是动不动的就消失，我也没有不高兴吧。姑娘一听说你做错了，你就不要这样狡辩，接着呢头一扭又不说话了。哎呀，男士就想着啊，干脆别招惹他了，赶紧道歉。吃完饭之后送他回家呀，这一路上两人也没怎么搭理。哎，回家之后这姑娘就给男士发消息啊，说两人不太合适。男士又一脸懵啊，又问怎么了。这姑娘说，你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脸色不好吗？既然不会安慰我，那就别联系了。男士气的呀就回复了一个好的。他又反问对方，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？男士说，你都拒绝我了，我再死皮赖脸的就不合适了吧。当天晚上呢，他就把这个姑娘给删了。这姑娘气的呀就过来找我要说法，听得我也是啊血压直拱啊。你们俩一共就见了2、3次面，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手都没有拉过，你天天回消息慢可以，对方一天没找你就撂脸子，你这么搞极限施压这一套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？谁知这姑娘是油盐不进啊，给我来了句啊，我要是对他认真了，他是不会珍惜我的，他想娶我需要拿出最起码的态度吧。这战斗力真的直接给我干趴下来，我是服了。与其生气上火，不如出去大吃一顿啊。我就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可以免费吃霸王餐。公众号上去搜索这个外卖蛋蛋，不仅可以吃霸王餐呢，还有免费的大额外卖红包可以领，美团饿了么都有，领了之后立马都能用。我每天啊都是用这个，真的省了很多钱啊。抓紧关注用起来，我得赶紧去吃了，撑死也比这气死好。快瞅瞅哈，快瞅瞅我在哪，给你们瞅瞅。快瞅瞅这。哎呀，今天我出来溜达了，相亲成本贵，生命价更高啊。中午来了一位25岁和31岁的姑娘找对象，现场惨烈这个词我觉得真的不够表达的。11点多，25岁的姑娘先来啊，她想找25岁到35岁之间有房子工作稳定的男士。我问她有房子有贷款可以吗？她说可以。这房子在郊区可以吗？她说可以。哎，聊着聊着啊，就来了一位31岁的姑娘，说自己下午赶时间上班呢，就想先沟通。那这个25岁的姑娘，人家也挺明事理的啊，就让她先谈。她说自己31岁，本科学历，有车有房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年薪10万左右啊。她要找的男士有车有房，车是 BBA 啊，房子要独立婚房加学区房，工作还得是铁饭碗公务员啊，年龄35岁以内未婚哦，还得比她大，年收入不能低于20万。然后啊，那身高、颜值、性格、后续等等一大堆，我的娘啊，真的太多了。还没等他说完呢，我就直接秒拒啊！我说我这边庙小，你要的佛太大啊！他听完就不愿意啊，说我是故意针对他，怎么那个女的就行，我就不行的？我学历比他高，工作比他好，年收入也比他强，怎么我就被拒绝了？这个年轻姑娘听见，可能人家也不太愿意啊，被拿过来比较，俩人就开始杠起来，话里话外啊，我比你小，我还没你那么多的要求。我一看这情况，赶紧劝开啊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尤其是2母啊。大龄这个姑娘呢也比较识趣啊，就不抬杠了，问我这要求很高吗？我的车是奔驰，那我要求 BBA 没有问题吧？父母给我买的房子虽然是公寓，但是全款，怎么就不能找条件好的呢？哎呀，
我说一位男士身高180，收入20万，工作好，有车有房有户口，颜值还能打。不好意思，这样的男士啊，绝对会找年轻好看的姑娘的。那咱们看我视频的肯定有很多男孩子，对吧？那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找条件好大龄的，还是找这个哎呀水光瓦亮的啊这个年轻姑娘呢？他说不信，有很多优秀的男人都是看女方条件的。我问他，男人房子有贷款你接受吗？他说市里可以接受。我一听市中心房子贷款都要上百万了，你以为这钱是你动动嘴就有的吗？他说男人啊娶妻生子买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哎呦啊，姐妹儿，按照你的薪资标准啊，你省吃俭用啊，那不吃不喝吧也要几十年的，怎么就认为男人买房子容易，娶女天经地义呢？多少211学子看着180万的首付，那哭着放弃梦想回到家乡。你以为为什么大城市相亲女多男少啊？男人啊看着安家成本直接就投降了，回老家了，你还期待着找人结婚解决那上百万的问题啊？他听完反驳我说我这是歧视，说他长这么大一直都是别人眼里的佼佼者，怎么就到我这里把他评价成一个商品一样？听完我也很无奈啊，在相亲这个市场上，你只要进入就要接受现实的，没有人会照顾你的情绪，你确实是一个待评估的对象，你再有自尊和骄傲也没有用，你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被各种条件数据啊量化考核的对象，最后给出来你在这个市场上的最直接评分。大家都不讲究政治正确，对于女人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你的生育价值、胶原蛋白和身材会随着年龄变大贬值，越是优秀的男人越喜欢呀漂亮的脸蛋和身材好的体型。我说30岁以后啊，你择偶只能选择妥协，有舍有得才是聪明人的做法，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的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啊，是拎包摔门就走。哎呦，我的肝儿就疼啊，我心疼我的门呐，气得我呀！我老家的村里啊，那单身男人一大片，市里打工宿舍的男青年们也一大堆，你咋不找嘞？天天说自己优质，优不优质在婚恋市场上你喜欢男人说了算呀，我说了也不算。你的议价权随着年龄已经在变少了，如果你还是全部都想要，那你的结果就是胜着。婚恋市场是一个同性竞争的地方，你看着香的异性啊，别人看着也香啊，所以你喜欢的那个人没有选择你，那就是你在同性竞争当中啊失败了。这一条男女通用，做人呢得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找对象同理。以后超过30岁的再这么异想天开的，我绝对不接待，刺猬得给我看好门，不然我早晚得去了，比那过山车飞的都要快。